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一些食物或饮料在制作或购买后未能立即食用完，于是就被留到了第二天。这些被称为隔夜的食物和饮料，常常引发人们的担忧和疑虑，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它们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。然而，关于隔夜食物是否有害的问题，科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。一些人认为，隔夜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，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，只要妥善保存，隔夜食物并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。那么，隔夜食物究竟能不能吃呢？隔夜水能不能喝？首先，我们进行的是关于隔夜水的实验。我们将一杯刚烧开的水和一杯隔夜的开水放在相同的环境中，然后通过化验，对比两者中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。实验结果显示，隔夜的开水中的微生物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，而且种类也没有发生变化。这说明，只要妥善保存，隔夜的开水并不会因为微生物的增长而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隔夜的开水是可以安全饮用的，需要注意要存放得当，饮用杯或瓶子清洁，且水质良好。隔夜茶能不能喝？接下来，我们进行了关于隔夜茶的实验。我们将一壶刚泡好的茶和一壶隔夜的茶进行比较，主要检测两者中的茶多酚和咖啡因等活性成分的含量。实验结果显示，隔夜的茶中的茶多酚和咖啡因等活性成分的含量明显下降，这说明隔夜的茶的营养价值确实会有所降低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虽然隔夜的茶的营养价值有所降低，但它并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因此是可以安全饮用的，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避免喝含有茶多酚和咖啡因的茶，如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等。这些茶叶中的茶多酚和咖啡因在空气中会氧化，产生一种叫做茶酚酸的物质，对人体有害。避免喝放置时间过长的茶，茶水放置时间过长，茶中的营养成分会被破坏，不仅没有营养价值，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。避免喝未密封保存的茶，茶水如果未密封保存，容易被细菌污染，喝下去可能会引发肠胃疾病。避免喝用塑料杯装的茶，塑料杯中的有害物质可能会溶解到茶水中，对人体有害。避免喝温度过高或过低的茶，温度过高的茶会刺激口腔和喉咙，温度过低的茶则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。对于有特殊疾病的人群，如胃病、心脏病、高血压等，更应谨慎饮用隔夜茶。隔夜饭菜能不能吃？然后，我们进行了关于隔夜饭菜的实验。我们将一份刚做好的饭菜和一份隔夜的饭菜进行比较，主要检测两者中的营养成分和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。实验结果显示，隔夜的饭菜中的营养成分并没有明显下降，但微生物的数量却有所增加。这说明，隔夜的饭菜如果保存不当，确实可能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只要妥善保存，隔夜的饭菜是可以安全食用的，但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保存方式，隔夜饭菜必须要在冷藏的情况下保存，避免细菌滋生。加热方式，再次食用时，需要充分加热，使食物内外温度均匀，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。食物种类，有些食物如海鲜、豆制品、蘑菇等易变质食物，隔夜后最好不要再食用。食用时间，隔夜饭菜最好在24小时内食用完，时间过长食物会变质。食用量，尽量不要吃过多的隔夜饭菜，以免对身体造成负担。隔夜西瓜能不能吃？最后，我们进行了关于隔夜西瓜的实验。我们将一块刚切好的西瓜和一块隔夜的西瓜进行比较，主要检测两者中的营养成分和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。实验结果显示，隔夜的西瓜中的营养成分并没有明显下降，但微生物的数量却有所增加。这说明，隔夜的西瓜如果保存不当，确实可能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只要妥善密封保存，隔夜的西瓜是可以安全食用的。建议西瓜切开后最好在24小时内吃完，时间过长营养会流失，口感也会变差。
通过以上4个实验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：只要妥善保存，隔夜的食物和饮料并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。然而，我们也需要注意，虽然隔夜的食物和饮料并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，但它们的营养价值确实可能会有所降低。因此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食用新鲜的食物和饮料。5. 如何正确处理和食用隔夜食物？首先，要确保食物储存的方式正确。隔夜食物应该在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，避免在室温下长时间存放，因为这样容易滋生细菌。其次，在食用前，要将食物彻底加热至少75摄氏度，以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。如果是肉类或鱼类，需要确保内部也达到了这个温度，然后避免重复冷藏和加热食物，因为这样会增加食物变质的风险。最后，要记住，即使食物看起来和闻起来都正常，也可能含有细菌。食品安全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。我们应该学会科学的看待和处理隔夜的食物和饮料，尽量食用新鲜的食物和饮料，避免食用过期、变质的食物，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。